相信很多人呢对4缸、6缸甚至8缸的发动机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5缸的发动机却是很少见的。说起这个5缸的发动机呢，我们其实可以追溯到1976年奥迪100 C2 上面的首次使用。后来呢，让人们熟知的就是在奥迪 Quattro A1、A2 以及奥迪 Sport Quattro S1 上面。直到1994年，5缸发动机逐渐退出了市场，被 V6 的发动机所取代。到了2009年，5缸的发动机才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这次呢，我们要试驾的就是一个搭载5缸发动机的奥迪 TT RS。那么在我面前就是之前爆红网络的 TT RS。那么这辆车在澳洲售价为14万澳币起，在中国国内的售价呢是77万人民币起。这辆车车长4.2米，车宽1.8米。车高呢是1.3米的，这辆车看起来很圆润、很萌，特别是我们今天拍的颜色，特别像一个熟透了的番茄。这款车呢，前机盖的造型非常的简洁，我们仔细看呢，它前脸的线条相对于这个圆润的车身来说还是很犀利的。中间是一个6边形的中网，它这个蜂窝状的中网呢是奥迪高性能车的重要标识，下面连接着一个镀铬饰条，镀铬饰条上面呢有着 Quattro 的标。相信登场奥迪都不需要我们过多介绍了。这辆 LED 的矩阵式大灯具有自适应远近光调节、转向头灯、自动雾灯、眨眼、自动升降等功能。矩阵式大灯下方连接的是2个巨大的进气口，前轮和后轮都是255 30R20的轮胎。银色铝合金轮毂搭配红色刹车卡钳，卡钳上也是有 TT RS 的徽章的。车顶呢也是一条弧线，直接拉到车尾，和这个圆润的车屁股做了一个衔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车窗的视野是非常好的，尾部有一个小尾翼，后方呢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尾部我们可以看见 TT RS 的标识。再往下走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后扰流板和它的排气口。它的排气管呢，乍一看是一个双边双出的布局，但是呢，其实仔细看里面都有2个排气孔，所以它是一个双边4出的布局。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开起来看看它的声浪。后备箱的容积有55升。2.5升的横置5缸 Turbo 引擎，它的引擎比旧款 TT RS 轻了有20公斤，搭配了7档双离合变速箱，前悬架系统采用了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后悬架是4连杆独立悬架，最大马力有400匹，峰值扭矩有480牛米，最高时速可达250公里每小时。官方给出的0到100加速只需要3.7秒。同时，这辆车搭配了 Quattro 全时4驱系统。我们坐到这个 TT RS 的车里面呢，就可以一眼看到这个平底式赛车方向盘，下面有一个 RS 的标识。它是用真皮和阿坎塔尔拼接的，抓握感很好，防滑也不错。它这个驾驶模式和启动键在方向盘上面，和我们上次拍摄的 R8是一样的。它的方向盘呢也可以4项调节，后方呢是换挡拨片。这个方向盘的后方呢就是一个是3.2英寸的赛车式仪表盘。它的转速表设计在仪表盘的中央，这边是导航，这边是一个马力和扭矩的显示。我们来看一下中控的位置。中控的位置呢，它没有屏幕，这一点和上期拍摄的奥迪 R8是非常的像的。中间是3个出风口，每一个出风口的中间呢都有空调的调节，手感和阻尼都非常的棒，延续了奥迪一贯的风格。这几个快捷键呢是自动启停、ESP 防滑和倒车影像。下方有一个非常小的储物槽，里面有 AUX 连接和 USB 的连接。这里是音乐的调节、排气的调节。再往下呢就是挡把，挡把呢上面也有一个 RS 的标识。它整个中央扶手呢采用了一个碳纤维和真皮的材质的拼接，搭配有白色的衬线。下面呢就是菜单、手刹和 Auto Hold。这个杯架非常的小，只能放一个小杯子，然后中央扶手的储物空间也是很小啊，空间我们就不谈了。我们从它这个虚拟驾驶舱和中央扶手的设计就可以看出来，它整个车呢是针对驾驶员设计的，并没有对副驾驶的这个娱乐性呀、空间呀、享受啊有任何的考量。它这个车门呢材质采用的非常多，上面是发泡材质，搭配了一个阿坎塔尔，这边扶手是碳纤维，下方呢又搭配了一个真皮的包裹，这里是 B&O 音响。它的棚顶呢是没有天窗的，采用了一个纤维材质包裹，主要呢是为了减重。
这个座椅呢是真皮搭配白色缝线的菱形格赛车式座椅，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 RS 的刻印。虽然用了一个赛车式的设计，但是体感上面它是很柔软的，包裹性也非常好。相对于真正的赛车椅呢，还是舒服了很多。座椅的调节在侧面，这边是侧翼和腰部，座椅的坐垫这里是靠背，然后它的腿部调节呢其实是手动的，和宝马是一样的。我们虽说车很小啊，但是打开这个遮阳板还是蛮大的，也配备了一个和车身不太符合的大镜子。也不怪很多女生喜欢这个车，不光是它车型可爱，化妆也很方便。我已经把前排的座椅呢调到了一个我坐着很舒服的位置，让我们来看一下后排的空间怎么样。我现在进去，这个位置我的脚都放不下，我的脚要横着放进去，而且鞋塞不进。我的天，它后排空间根本就不是给人坐的啊！它可以放点小东西啊，背包啊，哎，不行，我得出去了，这个空间真的是太小了。那么怎么出去呢？先把鞋扔出去，然后我再从后面钻出来。那么现在轮到我一个1.8米的成年男子坐进去这辆 TTRS 的后排，看一下是什么结果呢？哎呀，我的妈！其实刚刚我已经偷偷把这个座椅往前调了一点，可是我的脚还是放不下。那我们把这个座椅放平，那我的头已经，哎呀，我躺下算了吧，我已经坐不起来了。Enter an address. Please say the town, the street, and the house number. Mount Cola. Which entry would you like to use? 1. Line 1. I'll use Mount Cola. Which street would you like to navigate to, or say start route guidance? Aurora. Which entry would you like to use? Line 1. Line 1. I'll use Aurora Road. Which house number would you like to navigate to? 36. 36. Mount Cola, Aurora Road, 36. Should I start route guidance? Start. Please say the house number. Start the guidance. A few moments later. Start the guidance. Hmm? 好像可以了。它这个手套箱空间还是不小的，相对于之前排的2辆车来说。Comfort 模式下，我们先慢慢开。就 Comfort 模式呢，还是和大多数的奥迪车一样，非常的好上手，转向、油门还有刹车都非常的轻盈，每一个人来开这个车都能开得非常灵活。但是这个车呢，它轴距也比较短，转弯掉头非常灵活的。还有一点呢，超出我们预期的是，这辆车的座椅还蛮舒服的，真皮，还有座椅加热，然后它的支撑调节也非常的多。总的来说呢，这个座椅的舒适程度呢，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觉得舒适模式下开这个车，你该有的舒适程度还是有的，不会像很多性能车，它的座椅真的是让人哪都硌得难受。切换模式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哇，这个声音出来了，那个5缸 Turbo 声音出来了。这个方向盘我太喜欢了，它不仅是造型很好，它把熄火、点火以及驾驶模式的切换都集成在了方向盘上。我们以前开的那些性能车都得到中控去找那个按钮，摸半天，然后有的时候我都摸不到，还得眼睛挪过去找。但这个我直接就在方向盘上可以按出来，这个是非常人性化、非常让驾驶员舒服的一个设定。那你要知道，驾驶员对于驾驶模式切换，它是需要一个很快的一个切换的。你一旦前面这个路况它空下来以后，它马上切换一个运动，啪一下按，一下就出去了。那不像我们，就比如说宝马，我这找半天。然后哎呀，等我按到运动模式了啊，前面都全是车，都堵起来了。啊，5缸你比4缸多1缸。啊，5缸
缸少一缸。它这个5缸声浪还是挺特别的，超级特别，独一无二。而且这个5缸比6缸还要强。模式一切换，马上后面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放炮声就来了，非常狂躁，非常狂躁。而且这个油门一踩就有，一踩就有，它后段那个速度的爆发，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就我不夸张的讲，这可能是我试驾过的体感速度最快的一个车，就感觉这个车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速度而去设计的。我们之前可能有的车它开起来感觉哇，它一个力量爆发出来，但是我现在也讲这种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车是力量很足，给你一种体感上一种冲击力，而这个车真是纯快，而且它没有给你很多体感上爆发的感觉，而是就是给你快，又轻又快。他说哇，这车很轻，很多车上能够看见的一些该有的设置，这个车它给它砍掉了，这屏幕没了，天窗没了，对吧？这辆 TTRS 呢，它把所有的驾驶信息全部集成在驾驶员前方的这个虚拟座舱里面，那你完全就不需要再去把你的眼睛挪向别处去看，任何的你要调的音乐、收音、驾驶模式、你的行程电脑全部都可以在你的前方显示。可是有点遗憾，这个车没有 HUD。下赛道的车不需要 HUD。对，因为我们这个车的车主他买这个车就是为了去下赛道用的。哎呦！但是这个车确实还是很颠的，在山路里面开，真的很它颠。其实并没有设计你要去山路跑，其实这是一个为了公路、为了直线和赛道而生的车，但是它在山路上依然这么的欢乐。这个是 Quattro 的魅力。那我们在山路里面讲什么？山路里面就要讲转弯，对不对？这个车本身车身就很紧凑，再加上奥迪非常先进的 Quattro 的系统，这四驱转弯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算我高速转弯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稳的。甩尾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但是有一点点的推头，但这一点都不会影响你的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 Empire 里面有几辆大马力后驱车，就是因为我们都看过他们的那个 dash camera， 真原地打滑，你知道吧？非常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四驱系统在控制这个4个轮子的打滑程度和抓地的程度。我只要考虑好我应该出弯的路线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后驱车，我还得考虑好，我得控制好后轮的抓地力，不然得飞出去。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不这样过弯，你是感觉不到这个四驱的力量。就方向盘而言的话呢，它只要在舒适模式下是和其他所有的奥迪车都是一样的轻的，一旦切换到动态模式就非常重了。但它要求你给它一个精准的一个转向，然后你的转向精准了，它的走的路线就会很精准。虽然说刚才我们走山路的时候呢有些弹跳，它弹跳之后呢马上回到路面上，继续有力的抓住这个路面，转弯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它的悬挂有点硬。对，到运动模式以后就非常硬。可能感觉不太出来，它走对。就是哎呦，有点脑震荡。来，我们副驾驶评价一下你的舒适度，这个车能够排到最差的第几名？第2名吧。第2名，第1名是谁？不算跑山的话，应该是大 G。哦天哪！最难坐的车里面就不用想，就是大 G。然后大 G 上山完蛋了。就这个车就座椅还很舒服的，大 G 你都不用说上山，就光路走那2步，我整个人都要吐了。它这个 TTRS 的舒适模式其实很舒服的，只是说你开到了运动悬挂硬一些，那你可以调回去嘛。对。那大 G 就是没得调，没下限。我们现在再回到舒适模式来看一看。弹跳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对，其实它这个舒适程度还是可以满足大多数人正常驾驶的需求。我现在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它把本来应该弹跳出来的东西给它过滤掉了。刚才在运动模式的时候，这个完全就没有过滤的。噪音都小了，那颠簸都小多了。对，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车还有一个 Auto 模式，很多奥迪车它都有 Auto 模式，别的牌子车有 Auto 模式。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一下 Auto 模式最好的使用场景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体验啦或者经验啦，想要告诉我们？你对这个 Auto 模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同志们，我们在山路上塞车了，Comfort 模式慢慢开，慢慢讲吧。就是它这么爆炸的声浪和这么可爱的外形，其实有点不搭。但是有一种别样的骚气。
对你想象一下，在公路上大老远看到一个，一个番茄飞了过去，伴随着又特别又爆炸的尾气，咕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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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尾气啪啪啪啪啪啪。这个5缸的那个声浪啊，它既不像4缸高功率那种车，就是它扁平而清脆，它也不像6缸8缸那样浑厚，有种低音炮的感觉，它就很特别的一个频率，很特别的一种声响。不得不说，这一代的 TTRS 由里到外都很 man。它不再是以前很多年前我们说啊 TT 啊这个系列车是啊女性开的，那现在这一代真的很 man 很 man， 特别是你升级到了 RS 这个级别的话，它真的是由里到外都非常的 man。这个倒车影像啊，它只在我的仪表盘里面有，那我一打方向我看不见了，一打方向也看不见了，然后打着打着我就发现我最后停歪了。是我技术不好。这里是 Ku-ring-gai 国家公园，这里也是除了 Royal National Park 以外，另外一个比较适合来游玩以及跑山的地方。没错，刚刚从山上跑下来，跟 Royal National Park 跑山不一样。Royal National Park 我们一般会跑上山段，而这也是下场比较多，所以对于我在后面跟着来说，跟的没那么吃力。跟 Royal National 相比，这里的低速弯会更多、更急一点，而且连续弯道会更多。这台5缸400匹马力的发动机呢，我觉得配这个 TTRS 真的是非常绰绰有余，因为这个车真的很轻，在这么轻的情况下，它配了一个这样大马力的发动机，不管是山路上还是平时公路上都是非常非常快的。然而呢，我们的车主朋友呢是有下赛道的需求的，那么如果他觉得不够快呢，他就可以再去刷一个1阶什么的，还是有望能够突破500。但我倒是觉得奥迪是不太可能会把一个500的马力放在这个车上。毕竟有可能你500放进来以后呢，你有可能很难去调教它的那个舒适模式。怎样让你去非常舒服的去开一个车，就有点困难，而且成本上也很难控制。400匹马力放这个车上已经非常非常快了。市面上很多6缸的也就有的是300多匹，有的400多匹，对吧？这个5缸的能做到400匹，已经算是有点压榨的那个。就你再进一步，作为一个原厂素车，你再去进一步压榨的话，奥迪应该不会这样选择的。你觉得这个车内空间做起来和上次那个 Supra 比起来，那个怎么样？这空间大。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它 Supra 挤 Supra 它本来就是个2座的设计，它这个是4座的设计，它毕竟还是给后排留了一点点空间。而且就这一片空间也要比那个好一点就。但同样的缺点就是这个棚顶太向前了，视野里面有一大片都是黑色的。这个视野还是比 Supra 好一点。对，因为它车窗大。Supra 那个直接到这儿开始就是一个黑点。如果观众朋友们你们想要的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操控的车的话，那么这款 TTRS 大概不适合你，因为它太好开了，它太容易给你一种错觉，你的驾驶技术很好，其实这一切都是这辆车自己的功劳。肯定是说练的话，还是要说先把不好开的车练烂，然后再开这辆车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是因为它好开，所以你的驾驶技术才这个样子。太棒了，这个加速太无脑了，有手就能开，这个加速真的就是有手有脚，你就能出来这个成绩。这辆 TTRS 我们开完了以后，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好玩，而且它作为一个性能跑车，还拥有一个非常灵巧、圆润的外观，非常讨人喜欢。配上这个非常高科技又实用的虚拟座舱，还有这个非常有机械感的内饰，还有 TT 的名字如雷贯耳，这个代入感非常的强，让人坐进来就想到一个字，就赛。这台 TTRS 的5缸发动机啊，真的是独一无二，它能够一直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可盐可甜，对吧？你想好好开就慢慢开，你想快了，它也绝对不输于其他的车。加上澎湃的声浪，飞驰在路上是非常的吸睛。在赛道之下，它更像是一个大玩具，精致惹眼，能够激发少年的好奇，能够给予操控的乐趣，也能够发掘出竞技的那份热情。